A quiet night by the lake. The villagers were sound asleep. From the lake bottom, millions of tons of carbon dioxide erupted, creating a 在 gigantic 西 25. 非卡曼隆有一个地方啊，叫做尼奥斯湖。哇，超漂亮的湖水碧蓝，根本像仙境一样。但就是这个看起来很平静的地方，底下藏着一个超恐怖的秘密。这个秘密啊，在1986年的时候，一个晚上就带走了几千条人命。好，时间我们拉回到1986年8月21号的晚上，那时候尼奥斯湖旁边的村民大部分都已经睡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湖的方向突然传来一阵很低沉的声音，但奇怪的是，没有地震，也没有看到任何火光。然后有一团你看不到也闻不到的气体，就这样悄悄地从湖里冒出来，像一个巨大的隐形斗篷，沿着山谷就这样蔓延下去了。我们听听看一位幸存者后来是怎么说的。他说：“我那时候在睡觉，梦里闻到一种很可怕的味道，我想爬起来去我女儿的床边看看，但我整个人就倒下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女儿已经死了。”哇，光是听到这段话就能感觉到那个晚上的悲剧有多么可怕。一直到第二天早上，大家才知道这场灾难到底有多严重。数字出来，总共有1746个人就这样在睡梦中因为吸不到气就走了。而且不只是人，还有超过3500头的牲畜，像是牛啊、羊啊，也全都倒在地上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？整个山谷一片死寂，好像所有的生命在一瞬间全部都被抽走了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什么看不见的力量，可以在一个晚上杀掉这么多人和动物？但奇怪的是，所有的房子都好好的，完好无缺。这就是当时科学家们面对的最大谜团。好，为了了解开这个谜，科学家们决定要来好好的解剖一下这座湖，看看这个杀手湖的身体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。经过一番调查，科学家们终于找到凶手了，它叫做湖底喷发，也有人叫它湖泊翻转。这是一种超级罕见的自然灾害，讲白了就是溶解在湖最底下的超级大量的二氧化碳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嘣一声全部喷发出来。你看这张图哦，尼奥斯湖底下其实有个岩浆库，这个岩浆库就会一直冒出二氧化碳。那这些气体呢就渗透到湖底，因为湖底又冷，压力又大，所以这些二氧化碳就大量的溶解在最底层的水里面。所以整个尼奥斯湖就变得像一瓶超巨大的，而且完全没有人去摇过的汽水。你看湖上面那层比较温暖的水，就像是汽水的瓶盖，把底下那层冰冷、充满二氧化碳的水给它盖得死死的，让气体根本跑不出来。所以这个致命的过程，我们把它拆成4个步骤来看，就更清楚了。第一步，湖底的岩浆一直噗噗噗的冒出二氧化碳。第二步，这些气体呢就在压力超大的湖底溶解在冰冷的水里。第三步，也是最关键的，就是湖面那层温暖的水形成一个盖子，让上下的水没办法对流。那最后一步，就这样日积月累，过了几十年，湖底的水里面的二氧化碳已经多到不能再多了，达到一个超饱和的状态，整座湖就成了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定时炸弹。那现在我们再回到1986年那个恐怖的晚上，来看看这瓶巨大的汽水到底是怎么被打开的。说真的，到底是什么触发了这场灾难？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有100%的定论。不过大部分的地质学家都猜，很可能是一场山崩，就是有大量的石头跟土轰一声掉进湖里，就好像你用力去摇一瓶汽水一样，瞬间破坏了湖水原本稳定的分层结构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根本就是一场灾难性的连锁反应。首先，一道将近100公尺高的水柱跟泡沫从湖中心喷出来。你想想看，100公尺差不多是30层楼高然后估计有160万吨的二氧化碳就在短短几分钟内全部释放出来。这股巨大的能量还掀起了25公尺高的巨浪，把湖边的一切都给摧毁了。
更诡异的是，原本蓝色的湖水，因为湖底那些含铁的沉积物被翻上来，接触到空气氧化，整个湖瞬间变成了超可怕的深红色。那喷出来的这团二氧化碳云呢，以将近100公里的时速在移动，而且它的密度比空气还要重1.5倍，所以它不会往天上飘，反而是紧贴着地面，像洪水一样沿着山谷流下去。它所经过的地方，氧气全部被排光，这个死亡范围最远可以到25公里。灾难发生之后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马上组了一个调查团队。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当然是解开这个谜团，但更重要的是要评估一下未来还会不会再发生，要怎么避免悲剧重演。这张图表就揭露了一个很惊人的事实哦。你看哦，这条线是灾后湖底二氧化碳的浓度。在1986年大爆发之后，浓度当然是马上掉下来了，但是重点来了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浓度又开始慢慢的、稳定的往上爬。这就证明了湖底下的岩浆还在活动，还在不断的补充二氧化碳。这座湖它正在重新充气，这根本不是一次就结束的事，它就是一颗还在倒数的定时炸弹。眼看着湖里的致命气体有越积越多，时间真的不等人，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案，而且要在下一次大爆发之前把这座湖的武装给解除掉。他们想到了办法，其实又简单又聪明。你看，第一步，他们把一根很长的管子垂直插到湖里，一直伸到最底下那个充满二氧化碳的水层。第二步，一开始先用帮浦把底下的水抽上来。再来，神奇的地方就来了，当水被往上抽，压力变小，水里面的二氧化碳就会变成气泡跑出来。第四步，这些气泡往上冲的浮力就像你开香槟一样，会带着水继续往上喷，变成一个不用插电可以自己运作的喷泉。就这样持续又安全地把湖底的二氧化碳慢慢排到大气中。这个跨国合作的计划在1995年就先试验成功了，证明这个方法可行。到了2001年，第一根永久的储气管就正式安装启用。后来在2011年又多加了2根管子，确保尼奥斯湖里的气体可以被排得干干净净。好，所以尼奥斯湖的威胁算是被控制住了。但是这样我们就安全了吗？其实全世界还有其他类似的杀手湖，其中一个最让人担心的是在非洲的基福湖，它的体积是尼奥斯湖的2000倍，里面的二氧化碳存量也多得吓人，而且湖边还住了超过200万人。你想想看，这就像一颗威力更巨大、更可怕的定时炸弹。所以说，尼奥斯湖的故事其实是在提醒我们，在我们以为很平静的地球表面之下，大自然其实还隐藏了很多我们还不完全了解，但却足以在一瞬间改变一切的恐怖力量。